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美中贸易战持续至今，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加征到了245%，给工厂老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。我们来先看几段视频。这关税啊，125现在涨到了245啊，我要怎么办呢？这些货怎么出得去呀？这么多，怎么搞啊？天哪！家人们，我工厂干不下去了，倒闭了。而苹果代工厂富士康也正在从中国转移。我们来一起看几段视频。现在不要急着进龙华康康了，因为现在受这个关税战的影响，很多部门订单直接砍半，甚至没订单了。然后呢，有些部门直接就不招人了，哪怕你进去了，可能也没多少搬家。富士康订单被砍了一大半，我工人呢现在是加班少，部分部门已经实行5天8个小时，基本上是没有加班了。月薪3500的普工现在连拼命加班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现在富士康都5天8小时制，变相裁人，不跑路，坐着吃土吗？天天都不加班，那你们工资岂不是很少啊？一个月也就3000多，出去吃饭的话毛都不剩。苹果公司在印度设厂组装的 iPhone 手机数量在2024年暴增近60%，显示苹果公司正在加速避开中国供应的多元化进程，其产能呢也正在持续从中国撤离。为了让美国企业有更多的时间转移供应链，川普政府暂时豁免了对智能手机、笔记本电脑和晶圆等产品的对等关税。这也就表明，苹果公司在印度制造的 iPhone 现在不会被征收关税，但是呢，在中国生产的 iPhone 就要被征收关税。加上美国针对中国其他出口商品的关税已经高达了245%，这可能迫使苹果等科技公司加速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的地区。苹果代工厂富士康也几乎停止了在中国大陆工厂的招工。郑州富士康最近为什么不招人？首先你要了解郑州富士康是干嘛的。郑州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苹果生产基地，苹果是一个美国公司，最近正在涨关税。简单来讲，一部苹果手机本来需要1W， 关税一涨需要2W， 手机那么贵谁来买？所以就没有订单。现在的位置是龙华富士康的南大门，富士康科技集团龙华招募中心。这广场没人啊，说明现在经济很萧条。以前富士康周末都要上班的，很多人上班的，现在几个人都看不到。富士康早在2023年、2024年就开始撤离了中国大陆，但中共当局却对此有意阻拦。在今年的1月10号，美国科技媒体 Rest of World 引述了熟悉富士康运营情况的消息人士披露，富士康暂停向印度工厂派遣中国工人。虽然中共有意阻拦，但在美国关税面前，富士康依然向印度工厂派遣台湾工人。中共的这些小动作不仅不能挽回富士康的心，反而在和美国硬杠之下，导致很多中国工厂因为关税而失去订单，停产关闭。245%了，但说实话已经没有感觉了。做美国订单的纺织人，你们还好吗？这几天我和几个做美国订单的客户闲聊，之前说实话根本连闲聊的时间都没有。客户说这几天连美国的邮件都没有了，根本没有询盘了，更别说下单了。美国加关税了，货发不起了，只能暂缓了，仓库里压了一堆的货，是不是很多外贸工厂都是这个样子？这几天呢，就是因为关税的问题，导致我们工厂的很多订单都停了。我们拉链剪好了，子弹买来了，一大堆的东西堆的整个仓库都没法堆了，所有的退回来摆在这里。你说这个关税影响大不大？所以说我们影响也非常大。本来都已经很忙，安排的很顺利的，突然关税这样猛加，搞得我们工厂都很热。我们出给美国客户的2个柜子和散货，今天已经被退货第1个柜子了，一个是40尺的高柜。你看看，正在把柜子装好的集装箱柜子再完全放回我们自己的仓库，仓库已经堆满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仓库里的货已经快堆到2层了。我们再把这半部分可能要堆满，一共要退回来2个柜子，都是我们做好的床垫套和枕套。涨什么关税呀？搞得人心惶惶的，好多工厂都已经开始轮休了。这才4月份呀，这2天还有点尼斯坊做防晒的在发货，
如果说这几天谈不拢，该怎么办？创业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这么重的无力感。又一个工厂倒下了，一个几千平的滚轮厂，它不干了，就真的只能卖废铁了。那边的废品老板在撑废铁，也不知道现场的这些设备还能不能卖点钱。现场有很多的车床、铣床、摇臂钻，大家再看看还有没有你们想要的。像这一款普车应该是6140，导轨还过得去，老板只希望铁价高一点拉走。这台6140的南方的看得出来成色还是很不错的，导轨各方面都非常漂亮，随便给一点老板就愿意拉走。这一摞老板也准备直接撑废铁了。这台是大连的6150乘以2米，也是非常的漂亮啊，干活没问题，因为才刚刚这2天停下来，绝对不干的。据跨境电商行业媒体卖家之家和综合资讯服务平台专速世界报道，日前呢，东莞市德宏电气制品有限公司向员工发出通知，只因美国加征关税等外部的经济环境的变化，公司得到客户通知说，现在工厂的生产订单暂停，等客户重新调整价格以后，再与他们的客户重新商量价格。因此，德宏电气管理层决定，从4月11号起呢，会放假1个月。员工们在放假期间将按劳动法发放基本工资。如果选择离职，公司会马上结算工资。报道说，在美中高额关税的重压之下，中美贸易已经处于事实停摆阶段。如果关税战持续交恶，双方不能够尽快回到谈判桌的话，类似像是空运、海运航线停航以及工厂停工的情况就会陆续的增多。而这家东莞市德宏电气制品有限公司呢，是在2007年3月30号成立的，也是集家用电器研发、制造与销售于一身的制造企业，产品都会销往欧美的国家。在美中关税大战之下，也不得不面临着停工的处境，这也是很多中国工厂现状的缩影。今年广州的服装市场究竟是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，还是压根的就还没有开始？在广州做服装加工都快10年了，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，在搞钱的黄金时间居然没有事做。看到妈这么大一个厂，以前几条流水线，今年搞得妈只有这几个人做事，所以今年温州不怎么搞哦。我们保证把工厂开在东莞呢，说不定哪一天就直接倒闭了。你们网上可以搜一下啊，东莞高埠有一个叫豫园鞋厂的，他以前专门是给阿迪、耐克、百伦这些品牌做代工的，一个工厂16万人，你敢想吗？还有东莞有一个知名的电子厂叫做爱高，现在也倒闭了。我们铝包行业还有一个龙头叫利泰集团的，现在这些大厂要么搬的搬，要么倒的倒，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都特别不好。你看我们这个车间啊，原本是我们专门做外贸订单的，现在订单量少了，我们不得不把这里改成我们直播间包包的生产线，说有多少利润是不可能的，主要就是为了让我们工人不至于失业，可以让他们有事做，维持住开支而已。上个月还每天加班加点，全年无休的一个厂，你们看一下，因为我们厂主要是做一些出口的一些商品。因为现在在跟漂亮国打了个关税战，然后订单基本上是没有订单了，100多人的工厂现在冷冷清清，每天上班就是20个人在上班，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，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。本来想出来多挣点钱再带回去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在关税战当中，面对失去订单，不少老板选择直接关闭工厂。但是呢，也有不少人还在犹豫是否会继续维持。这名老板说出了很多老板纠结的心里话。你们看，上午做一下，下午就没事了，想放呢又不敢放，放了呢又怕后面有订单，很纠结。订单要是一直不来继续硬撑着嘛，场地的租金、工人的工资，这桩桩件件都是开销。可是要是呢草率停工放假，然后万一后续订单突然砸过来交不上货，不仅呢要赔违约金，还可能弄丢了长期客户。就这样子犹豫来犹豫去，哎呦，茶饭不思啊，兄弟们！怎么这工厂这么早就下班了呀？下了，订单都取消了。订单都取消了，为什么？不是在打贸易战吗？现在贸易战对吧？
这个客户上了我们 MES 系统，但是现在所有的机器都关机了，就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。现在才下午4点钟，所有的机器全部关机了，都在做5S 的整理。关税战不但严重影响了工厂的订单，还间接让货车的司机失业了。关税大战呢，直接把我干倒闭了。以前我每天去一趟珠海，然后回来在中山拉一趟回货，他们都是做外贸的，结果2个厂都倒闭了。现在搞得我都下岗失业了，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工作了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独立士兵人蔡胜坤表示，在这场关税战当中，北京当局自认为的底气，首先在于中国具有庞大的产能，并且低成本、低人权的优势。其次呢，中国的集权体制，人民好管理统治，即使吃草、吃树皮、树根，还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。西方国家都是民选的政府，百姓一旦受苦，怨声载道，执政者马上面临着政治的压力。而中国人就算是饿死也不会造反。在这场关税战当中，无数工厂失去订单，大量工人失业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面临着温饱的问题。当很多人连吃饭都成问题，连生存都成问题时，他们就会思考要如何的面对这个嘴上的甜言蜜语，实际却不顾人民死活的中共政权了。而民众的怒火一旦被点燃，等待中共的恐怕就是轰然崩塌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